赖清德内心向往的是泽伦斯基。难怪习近平会当着拜登的面直接讲说，赖清德他的本质就是个台独，你们要好好处理。哇，这人疯了耶！泽伦斯基就是收编新纳粹亚速营，对乌东恐怖迫害签发总统任期延长令，独裁者赖清德就想这样干，难怪他不在乎民调，因为他是觉得到时候签个延令就过了，所以他搞青鸟部队就是要搞新纳粹吗？我们的逻辑真的闭环了，不然他大法官怎么乱搞？青鸟被废除。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赖清德多自恋，他说全世界最忙的总统是泽伦斯基，第二忙的应该是台湾总统。这句很恐怖他内心里面所向往的是泽伦斯基，赖清德是疯子是不是？有这么霸气的吗？所以世界现在真的收束了哇！我之前还没看到这一条，你知道为什么他想当泽伦斯基吗？他想告诉大家，小国也可以透过自己的英勇抗敌，赢得世界的尊重。这一刻，我们都是乌克兰人，难怪林非凡被他重用。哇！我现在所有的猜想拱顶死，难怪习近平会当着拜登的面直接讲说，赖清德他的本质就是个台独，你们要好好处理啊！哇，这人疯了耶！难怪到现在赖清德不敢面对川普当选这件事。所以我所有的猜想跟所有的推理，答案完全命中赖清德自己讲出来了，他真的想当泽伦斯基。所以我那时候是讲了，欧亚集团说泽伦斯基、纳坦雅胡、赖清德这3个人是美国的危险朋友，他喜欢你知道吗？他觉得当美国的朋友，但是要危险的，他很帅，他觉得他可以引领世界，他可以到联合国去讲话。Now the Zaporizhia nuclear power plant remains occupied by Russian forces, unfortunately, and it's at risk of a nuclear incident. This is the major source of radiation danger in Europe, possibly in the world. 他可以到美国国会让大家对他鼓掌敬礼。他可以到加拿大，还可以到世界各国去讲话。It is strongly as we Ukrainians in all our cities, in each and every family. 然后台湾人死伤片演，他觉得那是台湾人在为台湾独立而牺牲奋斗，所以他为什么积极营营要把青鸟转换成黑熊，扩大黑熊部队啊？为什么搞全任系委员会，那我就全部都串起来啦？他搞青鸟部队的逻辑不就是要组建亚速营吗？他不就是要搞新纳粹吗？这人的逻辑就这样嘛。和反对民进党的声音，通共、舔共、亲共，就用泽伦斯基干的事情，就赖清德最想干的事情。泽伦斯基怎么搞的？他就是收编了新纳粹亚速营，所以他对乌东进行恐怖迫害，把国内倡导俄乌友好的分子暗杀在街头，炮击撕裂。他说溜嘴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一直在盯着泽伦斯基。你想，全世界那么多总统，如果像他之前那样子对美国的幻想，他应该说全世界最忙的总统是美国总统，第二就是台湾总统。我天哪，他真的觉得泽伦斯基是他的榜样，不然他会怎么讲这个？而且你想，为什么泽伦斯基很忙？泽伦斯基很多时间都在国外到处要钱演讲。Americans gained this victory, and that's why you have succeeded in uniting the global community to protect freedom and international law. 宣扬民主自由的价值，宣扬乌克兰人英勇战斗的价值。Ukrainians gained this victory, and it gives us courage, which inspires the entire world. 所以为什么最近要针对统促党下手？泽伦斯基在乌克兰干几件事：举凡俄奸，用乌克兰特种部队或用纳粹分子亚速营把它做掉；第二个，俄语电视台、反泽伦斯基电视台通通关掉或接管；第三个，国内的反对派想尽办法用各种形式方式起诉他，把他关进大牢，或者剥夺他参政的权利。第四个，用战争为理由，合理无限期的延长总统任期，变成一直在执政下。泽伦斯基已经签发最新一个总统令，把自己的任期延长到明年的2月。这个独裁者，他今年的5月就该选的啊，所以赖清德就想这样干，他不想选举，难怪他不在乎民调，因为他就是觉得到时候签个总统令就可以延长，台湾有这个法律啊，签个戒严令就过啦。哇，这个人真的很疯我一直讲他是新纳粹啊。民进党用的是纳粹的招式，民主上台，民粹冲锋，合法解散，不修宪及独裁。人家有国会山纵火案，民进党可以搞宪法大审判；纳粹搞长刀之夜，清除政敌；民进党黑熊上街，青鸟不会出去哦。纳粹搞权利法案，民进党有宪法法庭。所以我们的逻辑真的闭环了。我认为他觉得台湾走不出去，唯一可以走出去的方法就是像乌克兰一样。乌克兰以前是一个没人要理的国家，现在这样干。
乌克兰是全世界上都不能忽视的小国，不然他怎么会这种事情？你想大法官怎么乱搞？如果今天政党没有接受大法官会议的解释，会发生什么情况？青鸟会飞出来。所以这样逻辑就通透了啊。如果我们不这样解释，我想不懂他干嘛。他做不做到是另外一件事，但他想，这个人没有什么底线啊。但是我认为环境是不一样。赖清德面对共军的围台军演，2024B 演习投送的信号，就是我们更不允许迷惑性、欺骗性、渐进性的台独。他还是在面一些嘴硬的行为。最近，我们的邻居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刚过完75岁生日，可是面对川普海啸，到现在赖清德没有正式公开的讲过任何的话。其实《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这一篇清楚的点出了台湾现在的困境啊。这个媒体本身中间偏右一点，但是这个记者本身是人权记者。赖清德现在为什么不敢讲川普任何一个字？其实这一篇的标题就透露出了答案了嘛。台湾紧张期盼与川普合作，所以我认为，因为川普不是拜登啊，拜登会有泽伦斯基，川普能够让你有一个泽伦斯基吗？你要看川普的动向，去看小川普，很准。不要忘了小川普像什么？泽伦斯基，你38天后要断粮了，我告诉你啊！转发影片 ，You are 38 days from losing your allowance。你38天后你就没有零用金啦，超呛。另外，小川普最近在呛拜登，因为拜登允许乌克兰使用长程武器来打击俄罗斯的纵深，这件事情泽伦斯基竟然罕见没有说什么话，他说用火力证明。然后小川普就跳出来说，你就是在我爸即位就职之前试图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而且炮轰你就是让我爸是来收拾你的烂摊子的。所以小川普这一席话基本上是呛赌。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但我觉得这是马路消息啦。据说川普团队现在在给世界主要领导人直接打电话通知，叫他们不要给我轻举妄动。我没有找到这相关的绝对的新闻，可是就结果来说，确实有一点影响。小川普这个推文一出来之后，本来信誓旦旦说要提供泽伦斯基许可，还有包括提供像是德国的金牛座飞弹，它可以打到莫斯科。突然之间德出来声明说，我们支持乌克兰的围击能力。然后法国说，我们没有拒绝乌克兰远程武器的使用申请，但我们仍在审慎评估。德法马上说了，大家都知道现在老大是谁吗？你拜登爱玩，你以为川普不会玩哦？其实这里面好多事情串起来很有意思啊。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在博弈，你知道吗？赖清德的心思终于被我们给验证了。苦于一直没有那个触角啊，终于被我找到这一份资料。应该说，我之前还真的忽略了他跟高中生讲干话这件事。